台湾媒体胡说八道。九三阅兵，解放军快速前往2027攻台戴维森窗口。戴维森又是一个要钱的军火贩子，美国军费贵成这个鬼样子，哪是中华不接？台湾安九三阅兵，听完松花江上一有民情一曲以后，这个阅兵不是针对台湾来的，针对某国来的，所以它是个民族叙事，就告诉大家中华民族靠自己站起来，你别欺负我，但是我不侵略。大陆的媒体，你们有点出息好不好？你93阅兵完了，问我台是不是很多人认为大陆是比柴的？高铁是不是没有后背？听了王一川讲的话，你要问个台大教授，你是什么意思？你这么没水准，你怎么统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的盛典，93阅兵，老师也亲自见证了历史的时刻。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是什么？首先，孙子思想中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个，墨子的哲学兼爱非攻，兼爱就是命运共同体，非攻就是促进和平。但是什么人才能够维持和平？一定是那个实力最强大的人。第三个，看到93阅兵就想到儒家的文化是以社群、服从、尽个人的义务为主。你从这个三个角度看得出来，没有文化的传承是不可能有这个结果的。93阅兵它有很强的意思，这是第一次秀自己这么强的肌肉，这么多现役实战装备，而且很多是过去根本没有露出来，包括一些保密到家994B、140坦克、东风61、东风5C，这些完全都是新的。你怎么看？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或者欧美的媒体现在都在讲，这个就是解放军正在快速前往2027攻台的戴维森窗口，美军青黄不接，共军最强的时候。我在这边郑重的讲，戴维森根本是胡说八道的，因为这种讲时间表的事情，大陆不可能做，有3大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时间表拿出来，2027年你没动作怎么办？有动作又怎么办？第二点，美国怎么会让人家知道青黄不接？戴维森又是一个军火贩子啊，要钱的，美国哪时候青黄不接？美国军费贵成这个鬼样子。第三点，我们这边讲的2027比较有可能是因为大陆要换人，要对历史负责啊，怎么都没想到文化上来讲，大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当中，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他基本上很重视传统道德教育的。你刚刚提到那些武器，我在旁边有一个哈工大毕业的，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刚刚提到的61啦，东风50，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厉害在哪里，没有人敢讲，自己看到根本都蒙住了。这个对我来讲是好消息。听他讲，唯一的线索就是介绍。东风61的时候就没有介绍，东风50他说你听，全球覆盖。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我们看到的都是已经装备的，可以实战使用，其他长的叶子大家不知道多少。另外，你如果在现场，你听到口令一下达，开始分列式的时候，军乐队跟合唱团一开始真的是震撼加感动。听完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一有民情一曲，我觉得台湾安了。这个阅兵不是针对台湾来的，可能也不是针对日本来的，是针对某国来的。只要把某国之间一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大家就说那些台湾什么完全没事，因为我们的汉光演习第一招是在淡水河摆了几百个汽油桶。你面对这种装备，你搞什么汽油桶？那不是浪费时间吗？你搞汽油桶点火，那好像是赤壁之战搞的事儿。整个阅兵讲了4个字：系统与无人。从海底、海上、陆上、空中，甚至太空这5大空间系统连成一气，所有你看到装备通通有无人装置，炸弹都是无人的。这事情真的很有意思。那天我在93阅兵当天的转播节目，我就提出一个概念：93阅兵从来不是一个侵略者的讯号弹，是一个告诉大家中华民族靠自己，中国人站起来，我强大你别欺负我，但是我不侵略你的力量。所以这是个民族的事情，它是个民族叙事。可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就说这是一个中共叙事，说叫中共阅兵，这完全搞错。因为93阅兵做了很多，包括华侨的专章票导，整体在讲当时的抗日华侨。那这个事情我是做美国华人研究，美国华人也做一样的事情，甚至不愿意做爱国捐款的人还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虽然从现在角度看起来很怪，但这就是当时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来抗战。我觉得华侨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上有3个共同特点了。第一个，他们都是以卖猪仔的方式卖出去的，大家彼此之间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所以你到现在到哪就会看到会馆，像什么台山会馆，到处都是要靠同乡，同乡当中就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思维。第二个，他们自己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第三点，中国的命运确实是到了即将灭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爸爸一个文人，为什么参加抗战？因为日本人沿街沿巷有600-700户的烧房，国家房都被烧了，所以我爸爸从来就恨透日本人。所以日本人3个月内要亡华，让你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要证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啊，日本人杀小孩的时候是跟烤乳猪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支那猪这个概念是日本人发明的。那你在沿用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要让日本人记住这个教训的，因为对中国人来讲，侮辱前所未有。所以全世界各地的华侨，他们老一辈都有那种爱国的心理，但是伴随着1945年的日本人投降以后，我们中国人不团结，所以2025年
年的9月3号，对我来讲是抗战胜利的第一年，因为第一次看到大陆的阅兵部队已经强大到几乎全世界你不得不正视它，它里面让人家感觉到一个精神力量。你这一次说你遇到了洪秀柱，那柱姐这一次现身阅兵的时候，民进党反应是很激烈的。柱姐她在参加的时候呢，她有提到以智慧筑起两岸和平之桥，共抒抗战史。参加9·3阅兵心情是非常震撼的，这不只是军力的炫耀，也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东方睡狮醒来，中国人已昂然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温度。绿营这边青鸟对洪秀柱口诛笔伐，甚至动用法律大刀，只是现在找不到切入点。那柱姐心情跟老师是比较接近的，不是接近就是贴合。你怎么看？我去的时候是没有被邀请的，可是你不是进到会场了吗？不完全被邀请。我为什么这种情况下非去不可？因为我爸爸曾经带着我三叔参与过抗战，他们的抗战有3点非常特殊的。第一个，参加游击队杀日本人；第二个，我爸爸抗日的时候缔造过梁山大捷，里面他担任魏长县代理县长，所以说指挥过。第3点是国共合作，我爸爸跟八路军的115师的东进支队的司令陈光跟杨勇一起合作的，杨勇是大将，这个不是开玩笑。礼拜2到了宛平城抗战纪念里面，因为我带着我爸爸一段写的抗战的文字，我就在那边都对上了。129的学生运动，其中伪政府就是我们的蒋老总统为什么迟迟不抗战，我在那边讲解的历史，突然有人点了我一下，说那边有个人一直点着你，我一看好高兴，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把他抱了一下，他又回抱了一下，大家都以为我们很熟，其实我们是真的很开心。第一个看到9·3阅兵是一个检验你是不是中国人的重要的指标，你震撼会感动，你就是中国人。你如果无感，甚至要讲这是中国的极权主义什么的，那除了彰显你的无知以外，其实说明你在心理上跟这个大陆人就有个差距。那我与有荣焉，那你就中国人。所以我听到那义勇兵进行曲的是第一句话，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那时候我就在想，你们没有跟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活在一起，我整天都跟愿意做奴隶的人活在一起，这个感觉在大陆完全不可理解的。第二个，来了就不要怕，怕了就不要来，我都没退休就来了，你以为我没有压力吗？压力是微不足道，大家要了解这个观念，对不对？我想这里面除了参加者的心理、两岸、台海的问题之外，这个影响来说，它有个里程碑式的改变。在2025年之前，大家还是会有很多疑义，未来的中美格局怎么走，两岸怎么走，还有到底中国大陆它对自身的定义是什么？9·3阅兵是一个开始，你自己的能够发挥的战力的部分有3关要过，这3关我不是那么乐观，没有过这3关，没有办法让人家正视到。第一，实战，如果有实战的成功，那兼爱非攻的观念就出来了。不管怎么讲，弱小的国家买了中国武器，居然就不再受欺负了，这是第2步。第3步，美国公开承认撤退第一岛链，承认你是大国。实战确实，目前很多人对于中国大陆质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改变的，因为印巴大空战的结果，其实让西方是很震撼的。有一说一，阅兵上千亿要传递一个讯息，再也不会受到欺负，但是这个标准很低了。我的抗美援朝之后开始就已经不会受到欺负，等到对越的自卫战的时候，美国就没有跨过北纬17度线了，已经说明了对美国来讲，就死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最高的标准是要美国的智库或者欧洲的智库。现在欧盟国家包含吕特在内会发觉战争不会发生的，要发生就真的跟找死一样。所以物理还是决定很多事情的。这个世界是唯物的，对，这3件事情没有达成以前，不可能改变西方的话语。你看大陆最会讲英文高志凯，就西方媒体访问他的永远 How can you explain the Uyghur in Xinjiang human rights？ 没有人问他说 military parad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所以我们自己自嗨就好。所以大陆做了万全的准备，对于汽油桶的战略，赤壁之战我们是不用准备好这么多武器了，但是基本上我可以预料到未来。你要看到东风61跟那个东风51出来的时候分3段，我看到中间的我以为是个船，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预警机看到你有打核战的准备，你要一打开这边东风50就过去，人马上变成鬼，基本上就是消灭掉半个美国，就这么快。这个是一个生存的保障。所以我看到9·3阅兵它有一个根本性的翻转，它在各个方面下，不管是军力的实际的逻辑上认同的一个转变，还有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并没有办法对于9·3阅兵的实体内容做出太多的回应。我认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在震撼当中。民进党的态度上来讲，原来川普是要来的，那如果川普要来，民进党态度当然就跟着改变。川普的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的军用民用都要给我；第二个就是你要买我大豆，要买4倍；第3个条件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定是很离谱的，漫天摇价。但等到川普说不去以后，欧盟、日本、民进党就开始攻击了。民进党表现最为殷勤，就直接开始威胁了。那像民进党为什么现在没有回应？美国还没有指示，没定调，回应不了。我们的猜测，